Hello，各位朋友，大家好。今天我想要来介绍一下这个超音波切割刀。那先打开来看一下。那这个东西呢，其实我本来一开始买的时候，我本来以为它是无线的，就是说它整支这样就是一支切割刀。后来我拿到手之后才发现啊，原来不是这样子，它其实还要搭配电源。然后它搭配电源的形式呢，也蛮特别的。因为其实这个我也拿到一段时间了，只是说我没有它适合的电源啊，所以想要最近才拿到，现在才有办法去做这个测试。那你看它这个哦，它这个电源的话蛮特别的，像我这个是那个喵酱的那个什么那个桌上型的吸尘器嘛，哈，那它本身有一个 USB。那再插这个，好，应该有看到嘛？它有亮红灯，那这样表示这个是不能用的，就是说它没办法去使用。那这个东西呢，我觉得它的问题就是说，你如果用以前的那种行动电源都不能用啊，你一定要用那种 Type-C 接口的才可以用。像这是我后来去买的行动电源，它这边就那种20瓦跟100瓦的。那因为它这一支本身它的输出需求是30瓦，所以变成说你都要去找这种新的行动电源才可以。像你看这个啊，这个一出来它就直接是这种灯号，这样表示说这个电源这样就可以用。哎，它里面都这样。好啊，这样就是开启。你看这边就绿灯，这样就是一直开着。可是如果说你这边没有碰到东西的话，它是不会动的。哎，啊，我拍这个影片呢是要跟这个先前这个，我先前这一组，这个来做一下比较。因为其实我本来以为它是无线的啦，后来它不是啊。所以比较的话呢，就可以测试看看。好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进测试，那我会拿几个3D 列印件，然后还有塑胶跟亚克力来去做切割测试。好，那现在就直接开始啊，我先把画面放大一下。那这个测试完之后，我会拿原先那一组再切给各位看一下。你看这个，它这个只要一按下去就可以了，不用一直压住。然后再来是3D 列印件。这是韧性料啦齁，韧性料本身在超音波切割刀，照理说它应该就比较难切。3D 列印件。当然这个齁，我觉得如果说你要拿来切那个什么 FDM 的，应该也可以用啊，因为 FDM 本来它就是比较怕热嘛。好，最后一个亚克力，这是亚克力。
一画就过了。再看一下。大概就这样。那它在使用过程中，你这个都不用按。好啊，等一下我就会拿我原先那一只来做一下测试比较。Hello， 大家好，那现在准备用这个来进行测试。那这个的话，其实它严格来讲，它不是切割刀了，它是超音波雕刻刀，因为它有很多种雕头可以让你去替换。那只是说一般的话，你刀头会比较常见啦。然后现在就直接进行测试。那这个的话呢，它跟那只最大差别就是说，你这个按钮要一直压住。那你看这边这个闪灯，因为这是安全性的问题啦，它的设计是这样。那现在可能又不一样，因为这个已经是蛮久之前的产品了。我们先切一下 3D 列印件来看一下。刚才这是这边刚才切的哈，那现在我用这个。另外我要说哦，它这一支的瓦数其实瓦数我记得是20瓦啦。那刚才那个刀子呢，它是30瓦，所以它的瓦数其实是比较低的。好，然后我切一下塑胶。塑胶这是刚才切的那些嘛，哈。那我现在切其他地方。那接下来就是这个3D， 一样是3D 列印件。好，最后一个亚克力了。那这刚才切的嘛，好，我们现在直接画刀子。其实这个地方应该可以看出来，其实这支的强度比较强。大概就这样。好，等一下做个小结吧。Hello， 大家好。那现在做个小结，那一样再给各位看一下它两个功率的差别。这一支啊哈，你看现在是绿灯，绿灯表示已经可以了。那我现在是直接压。这一支呢？其
实应该有看出来哈，这一支虽然说标榜它是30瓦，可是其实它的输出的功率是比这个还要差的。不过我觉得它方便性就是说，你这个按钮不用一直按住，那这个是你必须要一直按这个按钮。哦，这是因为安全性的问题。那其实大部分超音波刀的设计好像都是为了安全性的问题，所以会要你按钮要一直按着。那这个是没有。然后再来就是说，像这样的产品呢，我觉得说你如果要去跟一些日本制的比的话呢，我觉得最大差异就是说，这些产品呢，它就是说，它跟我现在买的这个一样，就是说你的使用时间没办法很长，可是你可以用。对，你可以用，你偶尔如果说你要拿出来切一下可以用，因为像这个我大概用一下之后，我发现它整根就开始发热了，整根就开始发热了。对，所以说如果说你偶尔要切一下，这个应该是可以啦。因为我这个的售价呢跟这个比起来价格也是差很多啊，所以如果说你要直接类比的话，其实也是不大对。可是如果说你是偶尔要用一下，我觉得这个还可以啦。只是说用途的部分呢，我觉得可能用在。因为它这个的话，我觉得它就是单纯的切割刀，那不像这个呢，这个有很多种刀头它可以换，它其实是超音波雕刻刀，所以它的功能会比较多啦。那这个的话就单纯的切割而已，那可能你要去做什么3D 列印的修建还是什么之类的，可能应该是不错吧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就大概是这样子啦。好，以上就是我介绍。